大家好，我是白远，今天聊一件严肃且关乎在美华人钱袋子的大事。如果你或家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有存款、退休金或房产出售资金，请务必留心。从2026年起，国税局已全面启动 AI 全球税务智能审计系统，针对海外资产的秋后算账悄然开始。咱们很多华人朋友在美国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些家底，盼着退休后能过个安稳晚年。但你不知道的是，或许就因为每年报税时，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表格上填错了2个最关键的汉字，你所有的努力都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接下来我将详细拆解其中的门道、陷阱与自救方法。如果你想守护家庭财富，请关注汇点生活，我会持续带来相关内部解析。若你曾为海外账户报税焦虑，或听说身边人遇到麻烦，请在评论区留个平安，互相提醒，抱团取暖，共度可能到来的审计寒冬。好了，我们话不多说，言归正传。为什么我一直强调2026年是个分水岭？大家必须明白，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国税局的审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几十年，不少朋友可能存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申报靠自觉，查不查到看运气，认为自己在美国抱着低收入，不把海外的大钱直接汇进来， IRS 就永远发现不了老家的那些资产。这种想法在今天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时代，简直就像蒙着眼睛在悬崖边走路，危险至极。现在的 IRS 有了国会拨付的庞大预算支持，他们不再只盯着那些顶尖的亿万富豪，他们的 AI 系统现在专门深度学习，给那些收入与消费严重不匹配的家庭划精准的项。咱们华人社区里，不少家庭在美国的税表上显示收入不高，但却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支付着高昂的房产税，或者经常有海外消费记录。这些信号在 AI 模型里瞬间就会被标红，列为高风险审查对象。更厉害的是，到了2026年 ，FATCA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肥咖条款，已经和全球几乎所有主要金融中心的数据系统实现了实时联网对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北京、上海、台北、香港的银行账户里，只要有一笔超过1万美元的资金变动， IRS 的后台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收到信号了。你的金融活动在全球化的数字网络里几乎是透明的。好，背景讲清楚了，现在咱们切入那个最核心也最要命的问题，究竟是哪2个字能有这么大的威力？答案就在我们每年申报联邦个人所得税的1040表格的一个附件里， Schedule B 表格利息与股息表。这张表第3部分专门询问关于海外金融账户的事项，其中有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在过去的1年里，你是否拥有或拥有签名权的外国银行或金融账户？如果你明明有这些账户，却因为怕麻烦、怕被征税，或者听信了不靠谱的建议，在那个选项框里勾选了 No， 也就是填了没有这2个字，那么从法律上讲，你就已经亲手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为什么没有这2个字如此可怕？关键在于 IRS 对故意行为的认定。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单纯的漏报税款和蓄意隐瞒事实，在法律上是天壤之别的2件事。如果你诚实的勾选了有，只是在申报利息数额时算错了，或者漏报了一个不常使用的账户，这通常被认定为非故意的疏忽，后果一般是补缴税款加上一些利息和较轻的罚款。但是如果你白纸黑字地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海外账户，而事后 IRS 通过国际数据交换，铁证如山地查出了你名下的账户，那么在法律逻辑上，这就构成了故意欺诈或故意隐瞒。根据美国银行保密法，对于故意瞒报海外金融账户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每年罚款高达10万美元，或者你账户当年最高余额的50%。
两者取其高。请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在老家的银行里辛辛苦苦存下了100万美元的养老钱，仅仅因为在税表的那个小方格里填了没有这2个字 ，IRS 就有权直接罚走你50万美元。如果这种瞒报持续了好几年，累积的罚款完全可能超过你的本金，让你一夜之间不仅积蓄归零，还可能倒欠政府一笔巨债。这绝不是故事，而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同胞身上的真实案例。在我长期的观察和交流中，发现咱们华裔家庭在处理海外资产时，有几个特别普遍也特别危险的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关于海外退休金的。很多来自国内体制内或大型企业的老朋友，在国内有一份按月发放的相当不错的退休金。大家通常觉得这钱是我工作一辈子的回报，而且在国内发放时已经扣过税了，是我应得的，跟美国没关系。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在美国税法的眼里，只要你被认定为美国的税务居民，比如公民、绿卡持有者，或满足居住时间要求，你的全球收入就都必须向 IRS 申报，这包括了你的海外养老金、退休金。如果你因为觉得这钱不该交美国税而选择在 Schedule B 上勾选没有海外账户，那你就正好在 IRS 的 AI 筛查模型里留下了一个最醒目也最容易被抓取的漏洞。第二个常见的误区是联名账户的问题，这在咱们社区太常见了。父母为了将来方便子女继承，或者子女为了帮忙管理父母财务，常常会在国内的存款账户上加上对方的名字。很多人觉得这钱其实不是我的，我只是挂个名，帮忙保管一下，不用申报吧。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盲点。在 IRS 的解读里，只要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个账户上，你拥有了法律上的签字权或控制权，那么你就对这个账户负有100%的申报义务。如果你没有申报，并且还在税表上写了没有，那么你就是在用整个家庭的资产去赌一个巨大的风险。第三个误区涉及房产出售这类大额资产变动。过去这些年，国内很多城市房价涨了很多，很多家庭卖掉一套房子，可能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的资金暂时放在国内的银行里。不少人认为房子在中国，钱也在中国的银行，美国税务局手伸不了这么长吧？大错特错。从你的房产完成交易过户的那一刻起，这笔巨额资金的流动就已经进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监测网络。当你后来想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笔一笔地把钱汇到美国，给孩子交学费、付买房首付时， IRS 的审计引擎很可能早就被触发了。他们会追本溯源，这笔巨款的原始账户是哪个？为什么在你去年的税表上看不到这个账户的申报？为什么你声称自己没有海外账户？到那个时候，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场漫长而昂贵的审计战，浑身是嘴也说不清。2026年的 IRS 手段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人的想象，我称之为生活画像审计。现在的 IRS 有能力获取并分析来自多方面的数据，包括一些消费记录，甚至部分公开或商业的社交媒体信息。如果你的报税收入显示你年收入只有2-3万美元，勉强维持温饱，但 AI 系统却发现你有规律的购买奢侈品，有频繁的国际旅行记录，或者持有高额的保险产品，系统就会自动标记出一个巨大的财务缺口。审计官会合理怀疑，以你申报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这样的生活水平，那么多出来的钱从哪里来？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你有未申报的海外收入或资产，于是一张审计通知函就会寄到你家，要求你解释并提交全球所有银行账户的流水。在法律的强大压力下，没有任何一家正规的国际银行敢为你隐瞒。当厚厚的银行对账单摆在桌上，而你的税表上赫然写着没有海外账户时，当初那轻描淡写的2个字就成了无法辩驳的铁证，足以压垮一切。咱们再往深里说说这个 AI 系统，它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它不光看你的税表，还会进行交叉比对。比如，它会调取你所在社区的房产平均估值、平均地税、平均水电燃气消费水平。如果你住在硅谷、纽约长岛或者洛杉矶尔湾这样的高档社区，一年光房产税就要交好几万，而你报给 IRS 的家庭收入却只有3-4万，系统会立刻触发入不敷出的红色警报。过去这种发现可能依赖举报或运气，现在全是自动化生成嫌疑名单，精准度非常高。另外，现在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是空前严格的，任何一笔超过一定额度，比如几千美元的国际汇款，在中间的代理银行都会留下清晰的数字足迹。很多人自以为聪明的化整为零，分多次用小额汇款的方式往美国转钱，但在大数据系统的关联分析下，这些分散的交易会被自动归集串联，形成一条清晰无比的海外资金流向美国的轨迹图。这时，如果你对应的那些年份的税表上 Schedule B 勾的是没有，那问题就严重了。IRS 不仅会追讨你可能欠缴的税款和巨额罚款，甚至可能怀疑这些资金的原始来源是否合法，是否涉及洗钱。一旦上升到这个层面，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破财，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我说了这么多严峻的后果，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吓唬大家，恰恰相反，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指条路。在 IRS 的天网完全收紧之前，我们仍然有合法、合理的途径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保护自己的资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自己去搞静默更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突然意识到过去几年都漏报了，千万不要直接在下一年的税表上默不作声的把没有改成有，然后把账户信息加上去。这种做法在 IRS 看来，极有可能是做贼心虚后试图掩盖，反而会立即触发深度审计。目前，对于非故意漏报的纳税人，最成熟的解决方案是主动利用 IRS 提供的简化申报合规程序或类似的自愿披露计划。这些程序就像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让你通过补报过去几年的资料，补缴欠税和一定的罚金，这个罚金比故意瞒报的 50% 罚金低得多，来换取 IRS 不对你进行刑事起诉和天价罚款。这相当于花一笔相对可控的钱，买一个未来的平安，绝对是当前局势下最明智的选择。其次，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FBAR 和 FATCA 报表的区别，别搞混了。很多朋友只知道一个肥咖条款 FATCA 体现在8938表上，其实还有一个更基础的肥爸条款 FBAR FinCAN 114表。FBAR 的门槛非常低，只要你所有海外金融账户的总值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超过1万美元，就必须申报。FBAR 本身不产生税款，只是一个信息备案，而 FATCA 的资产申报门槛更高，但它是随你的税表一起提交的。很多人的悲剧就在于只知道其中一个或者2个都没报，或者在2个地方都填了没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矛盾。再次，一定要建立清晰的法律和财务边界。如果是代持资产，或者仅仅是名义上在父母的账户上挂名，必须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比如赠与协议、借款合同、公证文书等，来证明资金的真实所有权归属。在2026年及以后，面对 IRS 审计官，任何口头的这是谁的钱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完整的经得起推敲的书面证据链才能真正保护你。我们这一代华人很多都习惯了在2种文化、2套制度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习惯了财不露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智慧。但在今天这个全球金融数据近乎透明化的时代，过去的某些生存策略很可能已经变成了危及资产的毒药。美国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正在想尽办法开辟新税源，而拥有未申报海外资产，同时又因为语言障碍和法律知识欠缺而显得好对付的群体，在他们看来，
就像是挂在低处最容易摘到的果子。在 Schedule B 上勾选没有还是有，可能只是你填表时一瞬间的念头，但它带来的后果却可能让你几十年的奋斗成果付诸东流。更让人心痛的是，税务问题往往会牵连家人。如果你无法合理解释赠与子女的大额购房款的来源， IRS 很可能会连带审计你的子女，追讨赠与税，甚至质疑这笔钱的合法性。极端情况下，用这笔钱购买的房产都可能被卷入法律纠纷，面临被冻结或拍卖的风险。很多老人家一辈子节俭，就是想给儿孙留点东西。如果因为自己当年表格上的一个错误勾选，不仅没能留下财富，反而给后代带来无尽的官司和烦恼，那真是最令人痛心的结局。大家还要格外警惕市面上流传的一些所谓的避税秘籍或偏方，比如有人可能会建议你把钱放在没有美国身份的远方亲戚名下，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在2026年的穿透式审计和反洗钱监管下几乎是掩耳盗铃。只要最终这笔钱的利益流向了你，或者用于支撑你在美国的生活， IRS 有无数种方法通过资金链路分析找出真正的受益人。与其每天提心吊胆过着躲猫猫一样的生活，不如从一开始就走上合规申报的正道。申报了，你的钱就是干净的、有记录的合法资产，你可以在美国安心的消费、投资、享受生活，不必担心某天凌晨突然响起的敲门声。千万不要去赌那个渺茫的、查不到的侥幸，因为在 AI 和大数据面前，这个概率正在无限趋近于零。诚实的进行申报，一开始可能会因为需要补缴一些税款而感到肉疼，但换来的是那种半夜敲门心不惊的踏实与安宁。这种内心的平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晚年生活质量。保护好自己的资产，从更深层次讲，就是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的和睦。想想看，一辈子勤勤恳恳，谨小慎微，如果最后因为一张表格上的2个字的失误而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那该多么令人惋惜。这也正是我要在汇点生活这里急切地想和大家分享这些真相的原因。现在的 IRS 早已不是那个只处理纸质表格的老旧机构了，他们的数据库正在不断整合我们每个人在数字世界留下的各种痕迹。你每一次在境外使用银行卡，每一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跨境交易，甚至某些消费模式，都会在系统里形成一个微小的数据点。平时它们静默无声，但一旦 AI 算法将它们串联分析，就能织成一张专门捕捉不实申报者的精密大网。如果你在那张关键的 Schedule B 上说谎，这张网就会为你而收紧，而且审计的范围远不止银行存款，还包括你在海外的股票投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甚至某些类型的信托和养老金计划。我还要特别提醒那些持有美国绿卡但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人不在美国，美国税法就管不到你，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误解。只要你是绿卡持有者，从税法角度看，你通常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有义务向 IRS 申报你的全球收入。如果你在海外事业有成，积累了财富，但历年税表上都勾着没有海外账户，那么当你未来想回美国养老，或者想把资产转移给在美国的子女时，你就会发现面前横着一道巨大的屏障。 IRS 会严查这些资金的来路，而你当年那一个个没有的勾选将成为你难以洗刷的原罪。咱们华人社区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叫法不责众，觉得身边好多人都这么干，也没见谁出事。这种心态在2026年的大数据时代是最要不得的。现在的审计是精准制导、数据驱动的。以前 IRS 人力有限，可能确实顾不过来查每一个普通人，但现在有了 AI， 筛查1000个人和筛查1个人的边际成本几乎没差别。他们只需要设定几个模型参数，比如有规律海外汇款、高资产低申报、
自雇职业但有巨额消费等，系统就能自动生成一份长长的嫌疑名单。名单上的每个人都会被要求解释清楚他们财富的来源，以及那个至关重要的 Schedule B 选项。一旦被审计，整个过程是非常煎熬的。你可能面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拉锯战，频繁的信件往来，多次的面谈，被要求提供过去5-6年所有相关账户的原始对账单和交易凭证。如果你国内的银行无法配合提供历史明细，或者你自己也搞不清多年前的交易，审计官很可能采用最不利于你的方式进行推定征税和处罚。很多人还没等到审计结束，就已经被高昂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击垮了。所以，诚实报税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法律，更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和家人的心理健康与生活安宁。所以，我在这里以最诚恳的态度请求每一位听到这里的同胞，找个时间，静下心来，把家里过去几年的税表翻出来，重点检查一下 Schedule B 表格的第3部分，看看当年到底是怎么填的。如果你发现了问题，先不要恐慌，千万不要冲动的去立即关闭海外账户，或者试图通过非正规渠道紧急转移资金。这些异常举动本身就可能触发2次警报。正确的做法是尽快主动的去寻找一位精通国际税务、有处理过类似案例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律师，让他们帮你评估具体情况，判断是属于非故意疏忽还是有意隐瞒，然后制定最稳妥的补救方案。对于非故意的情况，通过正规的披露程序，完全有机会以较小的代价解决问题。保护家庭财富是一场需要智慧和远见的持久战，而诚实永远是其中最坚固、最有效的防线。我们华人都重视家族传承，希望给子孙留下点基业，但如果你留下的资产背后是纠缠不清的税务污点和法律风险，那这不是爱，而是沉重的负担。一旦被 IRS 盯上，那种漫长的诉讼、高额的费用足以拖垮一个家庭的精神和财力。所以，为了我们自己能有一个安心、有尊严的晚年，也为了孩子们能继承一份清清白白、无忧无虑的资产，请大家务必重视 Schedule B 上那看似简单，实则重如千钧的2个字的选择。2026年 IRS 的规则只会越来越严，一些现有的宽限程序未来也可能关闭。所以说，现在就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最后黄金窗口期，不要等到明年报税季，更不要等到 IRS 的审计信寄到家里才后悔莫及。要知道，国税局的官员们也是有业绩压力的，而资产状况复杂、申报又有明显疑点的纳税人，在他们眼里往往是高回报的审计目标。为了不成为那个被杀一儆百的例子，请大家务必行动起来，从今天就开始梳理自家的全球资产和账户情况。好了，今天这期关于 Schedule B 和那2个夺命字的深度剖析就到这里了。我知道这些内容听起来很沉重，涉及很多法律和财务细节，但作为汇点生活的白远，我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关系到大家身家安危的真相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意识到了之前忽略的风险，请务必把它转发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特别是那些在海外有资产、有账户的同胞。你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帮一个家庭避免一场财务灾难。别忘了关注汇点生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后续更多的干货分享。也请大家再次在评论区打出平安2字，让我们汇聚善意，共同祈愿我们华人社区的每一个家庭都能财富稳健、安稳顺遂。如果你有任何具体的疑问，或者有相关的经历愿意分享，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认真阅读，并在以后的内容中尽力为大家解答。记住，资产安全是我们安享晚年的基石，别让那2个错误的字偷走了我们一生的奋斗成果和应有的尊严。我是白远，这里是汇点生活，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家宅平安，财富稳固。
万事如意。